俗话说得好啊，抗议100次不如轰炸机飞上1次。作为最具威慑力的空基远程打击平台，轰炸机不再像2战或冷战时期那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了，现如今已经成了全球顶级军事强国的专属装备。严格来说，也只有中美俄这样的全球军力御三家才有。那么，如果给中美俄3国的轰炸力量进行一次排行，其结果是否会有较大变数呢？首先是美国。如今，美国依旧是全球综合军力最强的国家，也拥有着字面意义上全球最强的轰炸机部队，统一隶属于美国空军管辖。美军现役的轰炸机总共有4种，分别是 B-2 隐身战略轰炸机、B-52 战略轰炸机、B-1B 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和最新式的 B-21 隐身战略轰炸机。在这之中， B-52 战略轰炸机作为美国轰炸机部队的绝对中流砥柱，迄今为止已服役大半个世纪。B-1B 超音速轰炸机因为生产线早已关停，现如今的机队妥善率堪忧。按照美国先前给出的调查报告来看，现役全部 B-1B 轰炸机中只有40%是能维持正常战备值班状态，可供出动，这就导致其存在意义大于实战意义。剩下的 B-2 轰炸机倒是被美国伺候得很好啊，但经过连续的失事和坠毁之后，其余下的数量也已经不足20架。至于最新式的 B-21 隐身轰炸机，刚亮相不久，首飞定型尚未完成，更不用提产量和交付部队，暂且不列入战力考虑之中。如此算下来，纸面上看上去数量不少的美国空军，实际可用的轰炸机总数不过就是寥寥数十余架，不足100架，并不如我们通常想象中的那么多。而且现行的美军战役学说，轰炸机多数是被拿来执行纵深打击以及远程反舰任务的装备，也就是多执行常规打击任务，战略核威慑主要交由美国海军的战略核潜艇来完成。说完了美国，再来看看俄罗斯。俄罗斯空天军同样拥有一支强大的轰炸机部队，现役轰炸机包括图160、图95和图22。至于最新型的 PAK-DA 隐身轰炸机则正在开发之中。与美国空军相比，俄罗斯空天军轰炸机部队少了至关重要的隐身轰炸机，但有皮实耐操、可靠性强的图95加成，还有数量同样不少的图22这种小1号的轰炸机，所以在可用的轰炸机总数上和美军相比，甚至还要多一些。与美军轰炸机现阶段执行的任务类似，俄空天军轰炸机在实战中表现出的主要任务方向也是对敌进行战役纵深及大后方固定目标打击，类似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军事指挥中枢、物资集散地、部队集结点，还有电力能源供应设施等等，均是俄军轰炸机的优先打击目标。从实际打击效果上来看，也是可圈可点啊。乌军在战争潜力上面的垮塌，有很大一部分功劳都要归功于俄罗斯空天军轰炸机部队的持续轰炸打击，且因为是搭载并发射长程巡航导弹，执行防区外打击任务无需飞进敌方防空武器射程之内，处在绝对安全的作战环境下。故即便俄军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至今损失不小，尤其是空天军从战斗机到直升机，基本各种飞机都掉了一遍，但唯独轰炸机在战斗中的损失为零，迄今为止没有一架是被乌军击落的。这也足以说明轰炸机在携带防区外打击弹药的前提下，在现代化战争中所具备的高生存能力。与美俄2家相比，解放军在轰炸机种类上就没那么多了。抛开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至今不见真身露面的轰20不算，我军在战略轰炸机这一领域唯一能用的机型就只有轰6。尽管轰6是苏联图16底子改造升级来的，但不断发展到今天的轰6，除了长得像之外，内在核心和图16原版没有半点关系了。安装了先进国产航电，搭载最新式国产航发，携带强效干扰压制海陆空单位的电子战干扰吊舱。更重要的是，如今的轰6有了大幅提升战斗力的关键利器——防区外高性能打击弹药。比如说长剑20空射巡航导弹啊，这款导弹可以使轰6在青藏高原上一起飞，无需飞出国境线，就能在中国领空中对印度首都新德里发起精确打击啊，威慑印度不敢太出格。更为重要的是，以轰6K 战神为代表的我军新一代改进型轰6，经过连续数年的大规模量产之后，各式轰6改型林林总总算下来，总数已达270架，和美俄实际可用数量不到3位数的轰炸机机队有根本性的不同啊！轰炸机出动讲究的都是个出动率，不是说你轰炸机大
单机战斗力强就一定好。这种高价值空军资产的实际出动力、装备妥善率，相对于战术机而言，其实是低不少的。美俄两国在轰炸机这一块有个特点，就是轰炸机单机性能够大够强，总数偏少，实际可出动数量更少。而轰6体型虽然小一号，但胜在更高的机队妥善率和更高的出动率啊，更架不住总数高达270架的庞大数量。所以单就现代轰炸机主要负责的对敌战役纵深打击这一点来说，中国的轰6可以当之无愧是绝对的第一。庞大的机队总数和高妥善率、高出动率就是整体战力的最好保障。全球最强战役打击力量名号实至名归。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啊，中国的270架轰6确实有常规战力上的优势，但空击战略和威慑能力不足啊。不过这就不是通过改进和升级轰6能解决了，得交在由盟部下面盖着的那款大飞翼隐身战略轰炸机来填补上最后一块单板。